大家好，我是杨鑫，今天在街头做一个采访。今天采访的主要内容是问行人：你认为自己是前浪还是后浪？您是如何定义前浪和后浪的？您觉得我们有没有选择的权利？好，下面采访开始。你认为你是前浪还是后浪？我以前是前浪，现在就变成后浪了。后浪吧。中浪，中浪，他就是后浪。你认为是后浪哈？后浪很少是后浪啊。后浪。前浪还是后浪？后浪啊。前浪。我应该是前浪了吧？现在都是不0后。我属于中浪。可以谈一下吗？上一代跟下一代前后，你认为是前浪还是后浪？我肯定是后浪啊。你如何定义后浪的？后浪就是兴起了一档嘛，是往后面来的，然后推前面的。你觉得我们后浪现在处境是什么样子的？后浪处境其实挺尴尬的，因为现在主要是，怎么说呢，就是压力比较大，主要是房子给我们的压力比较大，就是想发力，但是呢，这个劲儿有时候会被一些东西给困住，啊，就主要这一块儿。但是这些东西的话，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可以慢慢的磨灭的，啊。后浪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前浪他会，就是我们上一辈的人，他会，携带很多新的一些知识和一些科学技术，包括一些资产，然后通过就是这种传递的方式，也是可以通过就是比如说是父母一代或者是社会的这种迭代，然后能够传递给下一代。我觉得这可能是就是这种一个传递的过程吧，这叫后浪嘛。你觉得后浪现在目前的处境是什么样子的？处境的话，怎么讲呢？各占50%吧。就是如果说，这个社会能够给予后浪有多一些的宽容和一些帮助协助的话，我觉得他们会发展得很好。但如果说，其实现在的话，感觉社会上面很多就是大部分的资产应该是控制在80后的手中吧。可能就是对于90后甚至00后来讲，如果没有家庭的这种支持和帮助，自己其实可能是很难能够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吧。将来发展会怎么样？将来的发展的话，就可能会像我们的父母那一代吧，只是说，社会的进步会让我们看起来比较光鲜，但实际上我们可能跟父母那一代没有太大的差距。就年纪小一点吧，然后对新事物更有一些冲击感。你觉得后浪目前的处境是什么样子？有一丢丢尴尬吧。你觉得将来会发展怎么样子？那无论什么事情的话，大家应该都会越来越好的。就是把前浪拍在沙滩上，就觉得就是我们会的，他们可能都不会，然后他们会的，我们可能也都会。你觉得后浪目前的处境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厚积薄发。将来发展会怎么样子？会，那就看以后了。但是肯定是在前浪的基础上会越来越好。你觉得现在中浪的处境是什么样子的？中浪的处境呢？中浪处境上不上下不下了？我觉得我们后浪应该更加适应，就是在这个时代它所能赋予我们的一些条件，并且利用这些条件去创造我们的前浪没能创造出来的东西。就是新生力量，就是跟随前人的步伐那样子。你觉得后浪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做些什么？好好学习，然后长大了为国家做贡献。前锋后浪推前浪嘛。你觉得现在后浪的处境是什么样子的？前浪夹着，后面还有一代在扶起。这不好说。后浪的将来呢？就感觉现在一代就已经像沉迷于电子产品了一样，就那种，就我认识蛮多就已经完全痴迷进去了。后浪可能对于前浪来说废了，但是对于后浪来说会有一定的，就是怎么说，会有很好的一个带头作用吧。后
浪，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比前辈要青出于蓝胜于蓝那种。你觉得现在后浪的处境是什么样子的？后浪的处境，当下的处境的话，我觉得当下的处境是创新压力大吧，现在。将来会怎么样？你觉得将来呢？将来呀，虽然说现在创新压力大，但是将来我觉得，肯定比老一辈的，就是发展空间大些，创意啊之类的。肯定啊。不知道啊。你现在的处境呢？学习啊。将来怎么样呢？将来怎么样？将来走一步看一步吧。就吃吃喝喝，开开心心。将来会怎么样呢？你觉得现在后浪的将来越来越好。你新时代的人你觉得后浪现在处境是什么样子的？现在处境压力比较大吧，要克服重重的困难。将来会怎么样呢？将来当然是朝着更好的方向去进发了。肯定是我觉得是要比以前更有进步的。你问我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可能我们跟上一辈的年纪差的比较大吧，所以才算后浪。你觉得后浪目前的处境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现在后浪的处境吧也比较尴尬。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现在年龄处在这个阶段的话，可能在工作和工资方面都不是很稳定。对，但是碰到现在这个机会，其实对年轻人来说还是很有优势的。如果能抓住机会的话，就会有很大的进步。你觉得将来发展会怎么样子？如果我还是会后浪。你呀？将来发展？我觉得有我自己的目标吧。我觉得还是觉得希望根据自己的节奏来。大概95年以前的，就是可能工作了3、4年。你觉得前浪目前的处境是什么样子的？蛮尴尬的，蛮惨的吧。你觉得将来发展呢？将来发展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肯定都会好的。就是你说啊，就是他们00后那些东西，我也就是感觉有点，有的时候接受，就是感觉就有点接受不过来。那你又像往前走呢，就他们一些老的观念吧，就对我有点束缚这种感觉。你觉得将来发展会怎么样子呢？长江后浪推前浪，还是肯定时代，因为人类的进步都是因为后一代不听前一代人的话，所以才会导致。应该就是后一代的人比前一代的人更强吧。你觉得后浪的将来的发展会怎么样子？应该会更好。后浪要超过前浪。你觉得后浪现在处境什么样子？很难。你觉得我们现在有选择的权利吗？现在有选择的权利。是哪一方面的？就是对自己的一些选择啊，就是比方说自己人生道路啊，比方说你想提升自己啊，就是说想学什么技能啊，这些都是可以由你自己去选择的。主要是在这一块儿，当然还是有一些局限性，就是说你不可能去选择你所有的东西，因为事物嘛，总会要有它一定的规矩在内。我们有选择的权利，具体哪个方面？比如你可以选择过舒适的生活，你也可以选择不妥协，然后去挑战自己。对，就大概这样。好，谢谢你啊，没事。只能说比较少，但是如果就是你需要有更大的能力才能有去选择的机会，所以说还得看自己吧。有，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权利。哪方面？比如哪一方面？各个方面都有啊。没有人有什么选择的权利啊，都是靠自己，对不对？大环境就是这样嘛，就活着就挺好。选择的权利当然有啊。是哪方面的？比如你想选择你自己的爱好，选择你的就业，选择，甚至有的东西你不怕选择你的出身，这个东西你没法选择，但是你可以用自己未来的人生选择很多东西。选择有啊，是哪一方面的？选择自己以后做什么样职业，做什么样子的人，都是自己有这个选择权利。没有，主要是以前的长辈就管的特别那个，就思想不是蛮开前放。浪毕竟思想还会比较封建的，然后可能我们
后浪之后吧会好很多。选择权利比较少。有啊，是哪一方面的？哪一方面都有吧。比如呢？比如想干嘛干嘛吧，自由嘛。当然有啊，现在那么多可以选择的东西。你觉得我们有选择的权利吗？当然，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哪一方面呢？我觉得是各个方面吧。有，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哪一方面？比如，你有选择工作、选择生活、选择自己所想要的生活方式的权利啊。选择，你是指选择什么？各个方面都可以说。选择可能会有，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现在我们面临的状况是没有办法选择，比如说很高的房价，比如说不高的工资，这种是没有办法选择。都有选择权。比如哪一方面？对生活的态度。就是各种方面啊，就是比如说自己以后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啊，都可以。现在在街头采访完毕，在这边采访了3个小时，很多人都不知道前浪跟后浪是什么意思，要给他解释很多遍才知道。谢谢大家观看本期的视频，请订阅点赞，下期视频再见。